等我意识到的时候，已经认定了你。我记得雪塞尼亚小镇可是温泉度假胜地 Top One， 据说旺季特别难订，还会涨价。翟欣姐好大方啊，真是万里挑一的好老板。哎，之前你不是还说想泡温泉度假吗？没想到这么快就心想事成了。才不会睡不着。哎，对了，最近好像一直没见到左律师，他那么忙，还能跟我们一起去吗？确定对方可以出庭作证。那就好，有他的证词，翻案的可能性很高。对了，安迪那边还是没有任何回应。知道了，之后我会亲自去说服他。大概月底之前可以出发，我计划先去见一见证人。好，那到时候见，辛苦了。超谢你了。现在还早，再睡会儿吧。我要去书房整理一些资料，等会儿会早点出门，今天就不和你一起上班了。不用。睡吧。我知道。喂，在发什么呆啊？哎，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不说了，我今天要加班了。你回来了。我不累，只是事情有了进展，突然放松下来就……你怎么知道他？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你想听吗？
5年前，我在佩亚纳出差，结束的时候，去拜访了当地律所的朋友亚伦。当时恰巧遇到一位自称是玛丽太太的人来委托他，为自己被指控抢劫商人的儿子安迪做无罪辩护。当时的受害者是一名视力障碍者，没有办法指认罪犯。警方经过2天1夜的排查，发现有人在案发现场见到疑似安迪的人。由于当时没有其他的证据，他们将安迪锁定为主要嫌疑人。他认为当时的情况对安迪很不利，建议他主动认罪，争取减刑。玛丽太太也是这么想的，她坚信安迪是无辜的。我向玛丽太太了解了基本情况后，决定接下这个委托。在我接下案子仅仅过去3天，玛丽太太就取消了委托。同时，安迪主动认罪，最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而且安迪也说自己没有犯罪。那天他一个人在河边钓鱼，可惜鱼塘附近没有监控，而且由于那片区域人烟稀少，也没能找到目击证人。在佩亚纳，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，一旦案子输了，安迪会面临严重的刑罚。安迪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他跟母亲相依为命。可能当时有人给他释放了一些信息，如果他一直坚持不认罪，他母亲也会很痛苦。他没有明说，但我想他最后选择认罪，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判决下来后，安迪没有提起上诉，而我在佩亚纳的事也已经结束，没多久就回到了威明市。只是在名义上取消了，但在我心里，这份委托并未彻底结束。所以我拜托亚伦一直留意证据。如果安迪是有罪的，那就作罢；但如果他是无辜的，我希望法律可以将迟到的正义还给他。亚伦在另一起案件里发现了安迪在5年前案发时确实不在现场的证据。在2名游客的合照中，安迪入了镜，证明案发时间里他确实在钓鱼。知道这件事后，我让亚伦去找过他，但他拒绝申诉，原因还不太清楚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我很可能会留在佩亚纳一段时间，而且为了确保一切顺利，接下去的日子我可能会非常忙碌。不用，月底不是要去雪塞尼亚团建吗？别让这个案子占据了你的休息时间。
我是特米斯的合伙人，这些事情会提前通过邮件发到我的邮箱。我当然知道，只是我要处理案件，不能和你一起去团建。那你不去泡温泉了？啊，之前不是还很期待吗？那要不要抽个时间去泡温泉？我恰好知道一个温泉圣地。还是期待吧，也许它会通过其他方式实现。我只是在翟青来问我意见的时候，提了一个建议而已。好，那等这件事结束后，我们一起去。喂，是我。怕你等急了。佩亚娜的变化很大，短短5年建了新的机场。明明之前来过，现在却觉得有些陌生。确实，沿途的风景都没有变化，这里还是和5年前一样美。器材也跟那时候一样，差点火候。啊，刚刚你说还有什么东西没变？也已经跟证人确认过出庭的程序。只要安迪进行申诉，我有8成，不，9成的信心可以翻案。
当初我没能获得他们完全的信任，才让他们不得不放弃无罪辩护。这次，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弃了。我很理解安迪当年的选择，对他来说，与不明确的未来相比，能够确定的刑期似乎更容易忍受。但现在的情况跟5年前不一样了，我有信心可以洗刷安迪的冤屈，还给他一个公道。好。索然，这位就是你之前说的律师小姐吧？你好，我是亚伦。情况两位应该都有所了解，我简单说一下现在的进度。辛苦。自从安迪入狱后表现很好，玛丽太太每周都会去探望他。但半年前，玛丽太太查出了胃癌。目前在接受保守治疗。因为一个人没法照顾自己，他被社区工作人员送到了疗养院。那他跟安迪也很久没有见面了？据我所知是这样，所以安迪最近一直在申请假释。对，所以他不希望节外生枝，影响假释申请。我会想办法说服他的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安迪，你应该已经知道我来的用意。亚伦律师都已经告诉我了。他说你们找到了新证据，或许能证明我无罪。但我不需要，我只想平静地度过剩下的时间，出去之后陪伴我的母亲。她时间不多了。玛丽太太她，医生说她的身体情况不能再受任何刺激，所以抱歉，我不能冒风险。那你们能保证时间吗？能保证这件事一定能成功，不会有任何风险吗？申诉的确有可能成功，但也不是绝对的。要是出了岔子，再让我母亲受刺激怎么办？我不想冒这样的风险。如果你真的爱着一个人，就要为他着想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5年前在你被捕之后，所有的人都认定你有罪，但玛丽太太却坚信你无罪。她为此跑遍了佩亚纳所有的律所，去请求他们为你做无罪辩护。她坚信你是无辜的，哪怕为此受到伤害，也绝不放弃。你觉得他仅仅是希望你回去陪他吗？他希望你能够堂堂正正地获得自由，不是假释，而是作为一个无罪之人，回到他的身边。自始至终，他都委托我为你做无罪辩护。你应该知道他最想看到的是什么。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们。
帮我去看一下母亲吗？我想知道她现在好不好。当然可以。玛丽太太现在被送到了疗养院，接受妥善的照顾。如果你想知道她的近况，我可以经常去探望她，再转述给你。谢谢你。左律师，那你能继续做我的辩护律师吗？当然，我就是为这个而来。应该忘不了吧？您不是坚信安迪无罪吗？为什么要答应他取消委托呢？我身边所有人都告诉我，安迪是不可能被无罪释放的。如果他一直坚持着，到时候很可能会加重判刑。可如果一个人是无罪的，就不该认罪，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。左律师，你输过吗？如果我们输了，对左律师来说，只是输掉了一场官司，但对安迪来说，将是更加漫长的牢狱之灾。你能保证这场官司一定会赢吗？抱歉，您知道，任何律师都不能给您这样的承诺。是啊，你不能。对不起，向你提这样的要求。谢谢你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向我伸出援手。很抱歉，我坚持取消委托。玛丽太太，之后，我常想，如果我当时再坚定一些，也许就可以说服玛丽太太坚持。那个时候还是经验不足，没能完全体察委托人内心的不安。我明白这个道理，但心情总是会不由自主受到影响。左律师，谢谢你5年来一直相信我，还坚持不懈给我写信劝我申诉。可惜我太难受了，没敢看你给我的信，直到你来找我，我才打开了它们。没关系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其实，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如果5年前我没有取消委托，左律师会一直坚持下去吗？会。那如果输了呢？那就继续寻找证据，提起上诉，直到真相大白的那天。我不知道说什么来感谢你对我的帮助。不用感谢我，今后堂堂正正的去生活吧，把失去的5年找回来。我知道了。
我已经把这边的情况告诉了翟鑫。确实有不少委托人因此选择特明斯合作，所以他让我们不用急着回去。之前的团建我们没去，他用我们2人的经费帮我们订了雪塞尼亚的温泉别墅，建议我们去放松几天，等休息好了再回去。我记得在细雪中泡温泉是雪塞尼亚的传统项目，要不要去试一试？他们答应过来接应，只是现在雪大，具体时间不确定。从结果来看是这样，外面风大，很容易着凉，先回车里等吧。哦，从这里步行到温泉酒店，平时也需要30分钟，现在下雪，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。我不会让你被吹走的。什么事？你会这么问，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？你觉得是什么？信仰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么热血的说法了。什么？唯有信仰决定深度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有信仰，不管是工作还是感情，只要我认定了，都会坚持不懈地抵达终点。雪好像小了一点，我们快出发吧。你想知道的，等我们泡温泉的时候再告诉你。请问2位是左然先生和律师小姐吗？是我们。抱歉，我来晚了，快点上车吧。温泉和房间已经为2位准备好了。现在？
可是你从下午出发到现在还没吃东西，要不要先去吃一点？好，那我们过去。早知道你这么喜欢，我就早点带你来了。嗯。我以为你会察觉到。我想说的，与你有关。我知道现在再去追根溯源当初的感情，可能会有点傻。其实，这种感情很微妙。或许曾经想起过很多次，但又总觉得不可捉摸。我能想到最确切的形容，大概就是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等我意识到的时候，已经认定了你，所以我才会做很多事情，比如去看恋爱心理学导论及实操方法，隐晦地问你喜欢什么花。我没有想过那样的结果。如果那时你遇到了让你幸福快乐的人，我应该会在安全距离外一直注视着你。那样只会让你困扰，不是吗？啊，怎么了？我知道。想不想出去玩？我陪你。你好，我是左然。左律师，是我，安迪。安迪，最近怎么样？还适应新生活吗？福利机构帮我找了一份工作，我也把母亲从疗养院接出来了。看来已经逐渐步入正轨了。
是啊，多亏了你和律师小姐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你真是我见过的最有正义感的律师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该陪妈妈去散步了，那就不打扰了。以后有需要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谢谢左律师。喂，你那边刚忙完吗？哦，我也快结束了，刚好空下来，在附近走走。我身后能看见吗？没想到离魏明市这么近的地方，居然也有一家新开的度假村。跟雪塞尼亚镇不太一样，这里主打田园风，宣传的是在城市之外拥抱自然。除了天然温泉，度假村里还有一大片果园，能自己摘水果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看到一条提醒：靠近山腰的温泉会遇到野生动物捣乱，建议游客根据兴趣选择汤池的位置。你的表情，想笑就笑出来吧。我看到这里时也忍不住想笑。啊，其他项目啊，我还没看得这么仔细。或许适当保留些神秘感，一起探索，会更有意思。不是故意吊你胃口，我只是觉得，你总能把旅行里的意外变成惊喜。也可能是因为跟你在一起，那些惊喜与奇迹的时刻才会出现。你好像猜到我要说什么了。对，就像上次那样，大雪不期而至，带来小镇最美的一面。不知道这次会遇到什么，但可以肯定，跟你同行的旅程，从起点到终章，每一个片段都令我期待。啊，你要是现在空的话，不如我回去开车载你来兜兜风吧。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，我们可以在车上聊天，听听音乐，欣赏沿途的风景。那就这样，我这就开车来接你。好，等下见。